小安得罪了郑氏夫人，迎面来的是一个大巴掌。郑氏夫人责怪他让老爷感到困惑，之后还让人暴揍他。小安的女儿全都看到了，夫人骂他将来会像他妈妈一样没出息。女孩去找父亲帮忙，家丁竟然把他给推倒了。小妾的女儿怎么敢叫父亲？他瞥了他一眼，然后冷酷地离开了。女孩还处于痛苦中。老爷说，你娘平时行为不检点，郑氏夫人打你娘是理所应当的。这件事情给爱孩造成了深深的影响，她总是被人欺负，幸好邻居南鹤一直照顾她，两人转瞬间就长大了，以为我能和青梅竹马的南鹤永远在一起。南鹤的妈妈不支持他们在一起，尽管他们家境不富裕，但他们依然保持着双重身份。老太太告诉他不要做白日梦，等南鹤结婚后再考虑把他接进家门，安排在哪里。他心痛的忍不住眼泪，对于内心的不满咬牙切齿。回到家后发现父亲正好在，作为小旺的女儿，他只能听从母亲称呼老爷。本来想打个招呼就走的，老爷立刻喊住了他。仔细瞧，文静姑娘长得很有特色，问问你妈妈为什么还没找婆家呢？妈妈说还没找到适合的。父亲却说，现在连小妾的岗位也这么抢手吗？文静本来想讨论，却被妈妈拦住了。老爷还是嘲笑，看起来长得像小安，有点可惜。老爷说的话让他接受起来很困难。母亲来安慰了我，但她不愿意像她妈妈那样过着充满屈辱的生活。文静哭着离开了，想着小时候遭到的不理解，内心默默发誓迟早会得到应有的惩罚。与此同时，奸诈的金字典为了巩固他在朝廷上的权力，找个与众不同的女子给国王养眼。崔尚宫立即开始处理，终于找到了文静家。看起来文静长得还挺漂亮的。崔尚宫要她好好脱衣服，虽然都是女孩，但是文静不了解情况，所以有点尴尬。你这么害羞，怎么能当上和侯殿下呢？您是在指皇上吗？每个人都要经过我审批一下，包括殿下。你要我什么时候见殿下？你快点吧。崔尚轩感到意外的高兴。我本来打算请妓院的经理教我礼仪，但他内向而自我的性格让他十分为难。金字典大人对此不太赞同，认为应该遵守规则，顺应现实。她是一个很懂礼貌、守规矩的女人。金大人对文静印象不错，为了提升她的社会地位，她被收养为亲生女儿。入宫前的一天，文静向南鹤表白了自己的心思，不播放这类没人喜欢的东西。南鹤决定带文静离开这儿，然而他却回绝了。文静要让羞辱她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，以为进宫就能一飞冲天，然而第一天就让他体验了后轩的残酷现实。今天本应该是他被大王宠幸的日子，然而大王却派来了个私人侍从，帮他戴上花冠。就算过了初夜，文静非常生气，等待的时间太长了。第二天，有位女佣告诉文静，要去拜访其他重要人物。走到门口，听到别人在讨论他，几个宫女在一起聊天，表面虚伪，内心阴暗。昨天听说有一个借小旺的女儿上来说话，然后被封为四品书员，人们纷纷取笑她的背景，生气之下砸门而入。我就是你们所说的小旺旺。他本来只是想给他点鸟的威势，结果他却直接回应了一个不屑的眼神，然后朝旁边的女人看了一眼。你就是李尚宫？没问题，我会帮你修改的。听说你很受大王的欢迎，宫里小小的见到亲近的家人前来请安，你居然敢懒得站起来。李尚宫手忙脚乱地站了起来，看着情况，几个女生立马紧张起来。文静对几人发出警告，笑容中暗藏杀机。如果他们在背后再对他说闲话，他会立即回应。被他养父养了太久，知道可就难办了。张贵人原本想反驳，不过不带给他机会，转身准备离开。出门后有个宫女盯着他看，好像是要给主人发火。文静并不想搭理那个宫女，但不打他一巴掌，他就不舒服了。没错，就给我低下头吧。这让几个人感到气愤。李尚宫向大王投诉，大王听到后笑了，原想着太王会惩罚他的，结果李尚宫还火上浇油，让大玉兴奋起来，去找国王就好。李尚轩赶紧追上去，问自己哪里错了。太王撒谎说自己累了，然后就到了文静这里。大王来了，文静却没有看他。哎呀，男人嘛，越这样，大王越迫不及待。为什么他不看喜剧呢？文静转身后吃了一惊，让大王笑得像只猪一样，嗷嗷叫出声来。他到底说了什么啊？当场大王就要留下。崔尚宫过来报告了一件事，让文静先准备一下吧。被大王服侍前，得检查身体是否干净。这消息让文静很紧张。宫女给她洗澡，听到鹦鹉的叫声时，文静完全乱了阵脚。如果鹰牌血滴在手腕上停留不掉下来，就说明她是清洁的身体，否则很有可能招来麻烦。她来之前就和情人搞了外遇，她现在紧张的要命。幸运的是，文静通过了测试，崔尚宫给了她帮助，只要泡在热水里就容易粘上。
他提醒文静说，今天大王对他超放肆，恐怕很快会腻了，要在宫中站住脚，那就得怀上小龙了。年纪大的大王摇摇晃晃地走了进来，他对我格外照顾，结果让我感到恶心。曾经被欺负过的经历，文静立即控制了大王。这个机会很难得，只要生了龙宝宝，他就不用担心了。你觉得这老头能不能撑得住一晚上？第二天，几个妃子听说大王宠幸了文静，虽然大家都来祝贺，但实际上都想捅他一刀。文静帮张贵人升级助力坐下，故意不理睬其他2个，每天3顿饭，去姐姐那边打个招呼。卜淑仪突然闯进来后，立刻坐在他面前，直接批评文静竟然敢和贵人娘娘称自己为姐妹，无所关注，不在乎子里的彩，这让他气死的羞辱简直无法忍受。张贵人叫李尚宫起身坐着，立刻制止文静，看过蛇变成龙吗？即使被殿下宠幸，上傅氏也只是个宫女，这才是对的，你得懂得掌握分寸啊。小祖这方面不太给力，想必普通人也不会就这样放弃。现在文静已经完全控制了大王，不仅给他洗头扒虱子，还许诺只要他生儿子就行，那么他就成为中殿的人选了。听到这里的文静直接不舒服，大王急得要命了，带着他去找医生。经医生把脉，果然是好消息。大王听到后乐翻了，他不知不觉就戴上了这顶帽子。文静心里明白，这孩子肯定不是大王的，不避嫌，他命人跟踪南鹤。南鹤凭借一身了得的武艺，毫不留情的还击。但看到文静的脸时，他明白了一件事，南鹤已经彻底放弃抵抗，彻底绝望了。文静很伤心，但为了自己的前途，他也没法再考虑了。没有任何后顾之忧，他因为文静而备受宠爱，因此变得有些骄傲。因为大王最近太忙了，一直没时间找他，他居然直接冲进了办公室。为啥和大王没来？是不是找了个新妞？亲爱的，你不懂女人的心思，别乱说话，你又不是男人。听到这个，大王又开心的笑了。然而过得开心的日子没过多久，文静就要生了。母亲在旁边大声喊她，可是她嘱咐母亲别吵闹，孩子好辛苦才出生，听说是个女孩，马上就要甩她了。太王承诺生了龙宝时，她的位置将属于后宫之主，这个孩子对她的未来至关重要。现在一切美好的幻想都破灭了，这让她愤怒难平。大王听到后非常失望，群大臣又在这时候提出意见，快点选太子妃，大王还小吗？如果生个龙宝宝的话，就有一个继承人了。最后选中了15岁的大臣之女，那个位置太危险了，他爸爸希望女儿不要选上，但他下定决心成为王后，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，只要他能掌握后宫的控制权，那么家族很快就能实现。一个15岁的女孩成为中殿娘娘，被一个丫头给抢走了应得的中殿位置，看他那么出风头，让文静超生气。半夜有人催促大王进宫，幸好大王懂得分寸。得知大王不会来，中殿娘娘面色从容，只是轻轻一笑。虽然年纪不大，但她心机很深。这次文静可真是碰到对手了。当文静来拜访钟悔时，故意吓到她。在那里，我被毒刺袭击无数次，差点几次丧命。文静马上找到她的爸爸金泰，只要有个儿子就好，怎么都行。他们俩巧合地走到了一起，金大人让他放心地怀上混血宝宝，他们说了算，决定下一次的性别是男还是女。大王好久都没来看他，文静心想，既然你不来，我就去找你吧。他半夜悄悄去王宫门口，大王惊醒后十分吓坏，文静动情地喊了声想你了，大王。大王的内心防线彻底崩溃，就可惜他这老辈。当文文匆匆离开时，被一个宫女撞见了。李尚宫听到这件事，气得无法收拾。第二天，他和其他妃子一起去找中殿娘娘投诉。然而，中殿娘娘并不生气，因为她还记得父亲的话，要有耐心等待时机才能反击。为此，她还提升了妃子们的级别。现在李尚宫也变成了疏远。中殿娘娘希望他们保持冷静，互相暗中竞争，都想着如何给自己带来利益，就像渔翁得利一样。就在这个开心的时刻，李淑媛突然觉得恶心。大家都发现她有了身孕。安静的你不甘示弱，讨厌，我比你更坏。医生的诊断结果真是好消息啊！现在2个人都怀孕了。为了不让李淑媛成为她的拖累，文静心中早就埋下了邪恶的种子。为了追求大王的青睐，她竟然采取了毒害自己的方法。2个人都在怀孕，但只能有一个孩子能存活。李淑媛垂涎欲滴，她忍不住诱惑一个又一个。晚上闹出大乌龙了，虽然侥幸躲过一劫，但孩子却不幸过世。医生说是被毒害了。大王听到后非常生气，富婆对国王说，中毒原因是吃了文静的点心。王大发怒的赶来，当发现文静也中毒时，这样我就不怀疑他了，果然被你看穿了，立即下令将王后驱逐出宫。在家里倒霉了，年轻的王后才知道官场的黑暗，
让他想起了父亲的警告，不免被人玩弄。文静很快恢复，因为他吃得少。这招真是一箭双雕，让他两全其美。但要保证自己能生儿子，接下来还有更多的事要发生。肚子越来越胖，他在后宫更有权势。李淑媛知道是文静下的毒品，没有证据，他只能忍着不说话。这天很平静，还来了个神奇的药丸，吃完后又晕过去了。老板现在挺着急的，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，都默默地陪伴着他，同时又责备自己未能保护好他。文静为了自身安全考虑，打算在外生孩子，只有在非官方场合，他只能保证自己能生男孩。此时深思熟虑的金大人已经准备好了数十对孕妇，即使这次文静是女儿，也不必紧张。然而准备的准妈妈一个接一个都是女宝宝，他只剩下最后一个了，但他的时间还没到。这时金大人的手下拿出了一把小刀，男人听到这生气了，我一刀杀了他。老李走得摇摇晃晃的，把孩子拿出来了。好在这次是个男宝宝。不过李淑媛看见了这件事，他一直让人秘密盯着文静，但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他只能另想办法。听说文静和王子结婚了，他爸爸赶来恭喜，但是文静就是对着他大声责骂了一顿。这次我妈妈终于说出了狠话，但文静想要的不止这些。她抱着孩子威胁说会让一切都变天，底层人的孩子会成为未来的君王。隔天大王特意坐上了王后的轿子，接走了文静。抱着孩子，大王高兴地说跟自己长得太像了。听到这个安静的事情，差点忍不住笑出声，以为大王会履行承诺，将中殿的位置给他。大王却说现在还有人担任王后，所以不可以立昭容为王后。文静的内心不再满足，渴望追逐更大的目标。他对妈妈说他不愿意被操纵成金字典的傀儡。和调南河分手后，他完全变了一个人。大王不会一直把中殿娘娘排除在宫内，文静开始生出坏心思，只有杀掉她，我才能成为王后。想成为总裁，他什么都敢做。通过之前的经验，文静就好像毒药，对他无效。为了让王后不再担心，他不但尝试了英式菜，还自愿帮助主厨。然而饭菜到了王后面前，他却放下了筷子。文静立刻泪流满面，这些年我一直住在别处，王后成为为属，从现在开始我会亲自为您准备每餐的食物。现在过了3年，王后看起来更加冷静。你这阴险的女人，不整我就不算你黑心。大王问王后有什么消息，平时还好，就是偶尔呕吐一下晕过去。大王听后开始担心起来。第二天文静再次来访，看到宫女准备的饭菜，文静高声催促着准备好。一瞅，原来是王后的亲妈来了。这计划泡汤了，王后终于可以放心享用饭菜了。这段时间她简直饿得要命。同时有关文静下毒和宫外孕的消息传出，还传给了一位大臣。然而传谣者被大领导狠狠地揍了一顿，他不过是个太监头而已，能在宫里爬到这个位置，一定也是个狠角色。他警告所有官员，说话要注意，做事要有分寸。眼神之间，宫女早已胆战心惊，连李淑媛都想调查文静的事情，她不敢再说出真相。然后太总管找到文静，告诫她要收敛行为。她不揭发是因为她长得一般，因为这会影响殿下的名声。即使这样，文静还是不肯认输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什么都知道，只要有人有意愿，就能揭示出娘娘的真面目。黑大总管要走了，文静急忙喊住了他。在这个官场上，我感到孤立无援，不像中殿娘娘有很多大臣支持她。只要您不离弃我娘娘，让我来保护娘娘吧。大臣们都支持王后，纷纷上书请求国王接她回来。无可奈何的大王只能同意了。听说王后回宫了，文静跑过去看看，他们不经意间互相看了一眼。王后毫不客气地对他嘲笑了一下，竟简直要疯了。年轻貌美的王后来到大王面前，大王一看就过得去，想着玉女般美丽的王后，大王忍不住了，当晚就瞧了她的底细。但是当来到王后的卧室时，大王被门卫拒之门外了。我不是殿下的玩具，不过就算是君王，也不能把这个富丽堂皇的大厅当作上宫妃子的房间。越是这样，大王越是心痒难耐，找了个名字很合适的借口。终于见到了心仪已久的王后。为了这个特殊日子，王后做了充分的准备。王后曲舞完后感到委屈，并开始抱怨。大王答应再也不让她流泪，就算是把中殿之位也全部用来保护她。说完，我已经迫不及待的了。文静听说有急事，急忙赶来，谁知人家早就睡觉了。她被气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辛辛苦苦养育的儿子递交给御后照顾。王后建议让文静自己带孩子，洪王却认为文静德性不够高尚，她还没有做好当母亲的准备。文静都听到了这些话，她离开时咧嘴一笑，你就顺其自然吧，毕竟那不是你的责任。同时
在清国做人质了8年的世子终于回来了。文静一听就坐不住了，要是世子回来，就乖乖让位给自家儿子，自己就没机会当王了。他故意去找大王，惹是生非。众人都希望如愿以偿，等世子回来，大王就能轻松些了，可以把政务交给世子去处理。你也可以退下来了。这些事情生气了大王，世子联合外国势力，意图推翻他的统治，这让大王非常生气，无法再退缩。世子到了宫门，大王不给他进去。第二天，文静又去找王后了，世子又回来被拒绝了。你得去说服大皇后，作为后宫的主人。王后明明知道这是个危险的计划，但她却不能坐视不管，对大王唠叨了一通，把他给惹毛了。王后在宫殿外跪下来。文静听到消息后，急忙找了一件简单的衣服穿上。皇后您好。其他几个妃子一脸迷惑，看来大家都来表演了。无奈之下，大王只能将世子释放。父子俩沟通后解决了误会，但是大王一直偏袒世子妃，他认为他是操纵追求王位的。文静忙忙碌碌半天，却一事无成，这让他气愤不已。由于文静的儿子一直被王后抚养，和他毫无交集，他决定回去找孩子了。第二天，文静带上朴素的衣服，跪在王后寝宫前，大声哭喊，让王后把孩子还给他。王后坐以待旦，毫不干预，她实在太饿了，于是告诉薛女今晚要加班，帮我想办法给她买点吃的。大王直到夜里才听说这事，犯错了的文静干嘛要坐在那等着受罚？说着就起身去，文静这边要准备吃东西了。一听到大王来了，他就晕倒了。看到这样的情况，大王直接找到王后交流，然而王后却纠结于内政委托给婆婆的事情。王掀起桌上的书籍，一气之下，他突然看到一封信，信因是追随主人与时俱进的，聊一聊新中国改革的事吧。大王生气到极点，是要换个新的继承者吗？王后顿时吓坏了，大王居然要废掉王后，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文静高兴不已。但是怎么能这么随便的废除王后的文职呢？听从大臣的意见，最终决定搁置此事，不让王后走。文静发誓不黑化，接着他还准备了个假人符，打算冤枉王后。受宠的妃子好像被魔捉了，一直喊着有人想逮捕他。身边的大人陷入困惑，他就指着自己的脖子，一眨眼就晕倒了。医生查了很多书，也找不到病的原因。大王着急得不得了，因为爱妃一直没有醒过来。这时老李头自告奋勇，老李掏出一根100年的钢针，准备戳在脑门上。安静的闷闷不乐，让我心疼。你看这边，往这里戳。老李头明白他的意思了，在下针之前提醒他不要害怕，这针扎得挺深的。文静立刻挺直了身子，大王印象深刻呀，果然是神医。旁边的妈妈差点笑出来。大王认为这一定是巫术所为，仔细调查整个王宫，最后在王后的房间里发现一大堆草人图案。大王非常生气，决定废除王后。然而大臣觉得这样太轻率了，首先得查查是谁让带这些东西进来的。宫女严刑拷问皇后身边，然而这一切都是冤枉陷害，宫女们也不知道，没有证据就无法定罪王后。文静想了个小办法，抓不住大的就抓小的，然后就抓住了李淑媛的贴身宫女。他用宫女的家人威胁，逼她承认一切都是李淑媛做的。宫女刚才说完，文静就立刻决定为王后报仇，拿起棍子把有钱女人赶走了。李淑媛被逮捕了，怪罪她是因为她了解的太多了。大王实在舍不得李淑媛了，于是把她关在了宫外。文静和王后完全心有灵犀，彼此对话也变得毫无保留。王后嘲笑她说她是没出息的小安之女，别白日做梦想当王后。回应，你也在老大王面前跳过舞啊，这次是轮到李淑媛，下一次就该轮到你了。比赛正式开始，文静把后营纲纪搞得乱七八糟的了。世子妃和王后决定揭发文静的秘密，他们找到了李淑媛，想要她说出她平时的行为和举止，但李淑媛知道王后根本比不上自己文静，不确定她会不会告诉我，否则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世子妃提议让王后负责复殿的权力行使，王后要惩罚内命府，就算是大王也无权干涉。王后立刻采取行动，她以迷惑大王干预朝政为理由，强行抓住了文静，通知大王需要整顿后宣布，就算是国王最宠爱的妃子也会受到惩罚。她取消了对她的温柔文静的称赞，把人关在黑屋里，还把窗户堵上。大王只好找王后的父亲，让他去劝王后放人快点。太王没必要浪费时间嫉妒，还不如考虑生个儿子。他爸妈要他考虑一下王室的形象，别惹怒大王。他告诉爸爸，他从来没想过要生孩子，继承王位的儿子很多，就算自己有了孩子，也未必能安全的活到老。现在只能靠太子和太子妃来保证自己能过上平安的余生。为了家族成功，我们需要先解决文静的问题。
宫女趁着送饭时给了文静一包药，宫女告诉她，金大人已经安排好了，这药可以帮她摆脱困境。李淑媛说文静被人欺负，她觉得是时候报复了，于是在门口挂了个竹篓作为暗号，她要揭露文静所有的坏事。但是当王后派人来的时候，却发现她也被吊起来了。狼让人把文静捆绑起来，他取出一个信封，说这是李淑媛临终前写的，这里都是犯罪现场。然而文静毫不紧张，以免受伤痛困扰。就在文静不知所措的时候，突然之间吃的药开始起作用了，一说话就眩晕过去了。王后现在很担心，其实没有确凿证据，王要追查那人就完蛋了。没办法，只能把文静解雇了。经御医检查确认又怀孕了，开心地对第一位说，他对文静所受的委屈感到心痛。但是文静没有抱怨，相反他还为王后夸了些话。大王看到文静这么懂事，真让人感到惭愧，不仅提拔她成高级职位，连已故的人烈王后都把宫殿送给了她。文静让她爸爸在1个月内完成任务，除掉正室夫人，立自家母亲为正室。对于安静的她表现得很豁达，而不敢被取笑。现在大王越来越喜欢文静，王后感到有些危机。世子妃又来帮忙策划，在举行的宴会上，世子妃试图争取其他妃子的支持，特意让自己独处，与王后聊天时偶尔还会八卦她。世子妃要让文静明白谁才是后宫之最。生气的文静气冲冲地离开了宴会。聪明的王后自然明白，举办这个宴会时会有子妃帮她，其实是想展示自己未来王后的权威。文静生闷气，世子妃要是当上王后，自己日子就没法过了。立刻文静找到了大王，因为世子妃一直与大臣保持联系，希望大王能早点让位。文静把火上的油洗掉，建议大王把凤麟大军叫回来。早就听说世子妃有不正当的计划，就是这样遥远的国度的次子，凤麟大军被叫回来了。凤麟大军看起来无所谓，装作很有礼貌，但实际上很有野心，想当皇帝。见到王后后，凤麟大军立即找到了文静。他知道现在文静最受欢迎，跟大王说话比跟王后方便，他争取文静站在他这边，他对王位有兴趣。然而他没有意识到，眼前这个文静的人远比他的野心强大。这个女人太恶心了，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国王，不止扎世子的画像诅咒他5个，还在煽动大王之间的纷争。世子妃勾结部下，密谋夺权。皇上相信了那个人的话，就把太子妃撵出了宫殿。我一直不喜欢世子，大王有意找个新的王储。王后找来了凤麟大军，如果大王让位于你，千万不要推辞。现在宫中完全被金字典和文静掌控，如果王位落在他们手上，后果会非常糟糕。不久后，中国使者就来了，他对大王说，如果他不退位，睿亲王就会带兵来讨伐他，并把他抓到京城受罚。大王现在可紧张了，使臣之所以这样说，其实是因为金字典早就贿赂了他。文静劝大王不要犹豫，毫无疑问，世子和倾国勾结，想要强行夺取王位。现在还有一条路走，如果世子病故，他们就无法再逼迫大王了，怎么能下得了狠心谋害自己儿子大王文呢？然而在安静的劝说下，大王回忆起自己遭受的耻辱时，保持沉默就等于默认了。文静和金大人立即开始办理，因为世子最近碰到了不少麻烦，一直躺着不肯起来。李老头假借治疗，给世子注射了致命的毒药针。凤麟大军心里清楚，然而他装傻的走掉了。2天后，世子就垮了。但是根据李老头的经验，世子不可能这么快就消失了，看起来是吃太多药了。这样衍生出来，世子的遗体必然会有中毒的痕迹。世子妃听到后哭得很伤心。虽然世子身体不好，但怎么突然就走了呢？就在世子妃开始怀疑时，他一直流黑血从鼻子。世子妃发誓要找出真相。文静有些担心，如果世子妃一直保持现状，没多久事情就会被揭露出来。他急着要求大王尽快安葬世子，不然世子妃可能会策划一些阴险的计划。如果他刻意破坏遗体，并声称是被毒害的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大王听了很有道理，让人强行带走尸体没有安葬。世子妃忍住伤心，他要等儿子登基后再报仇。按照惯例，王储退位后将由长孙继位，然而大王只想把王位给次子凤麟大军，大臣反对了这个想法。就在大主惊慌时，文静又在捣蛋惹事了，他竟然还劝大王把王位给长孙。大王想和世子妃和解，然而世子妃的高傲举止对大王非常不给面子。世子一直觉得委屈，应该毫不犹豫地传位给长孙，气得大王马上走了。走到国内时遇到长队，现在看他特别讨厌，他早就知道会这样，他就是想让大王有这种感觉。他们母子没有一天能够安宁。接下来文静要想办法消灭他们。曾经不和的2人现今站在了一起。文静说他们的敌人就是世子妃了，如果长孙继位，世子妃一定会找他们的麻烦。世子妃的前景一片暗淡，现在
王后必须找新的支持者。她走到大王面前，全力支持凤麟大军登基称王。大王听了这句话很高兴。太子妃找来城里书生，势必要拼命追求大帅哥明世子武。大王一直内疚地对待世子，对世子妃则感到厌恶。大王将世子的5个聪明才智都赋予了世子妃，要不是他搞事，我儿子必定能长寿。大臣劝世子妃放手，否则长孙的王位就不稳定了。文静计划中进入世子妃的房间，送来一盒好吃的鲍鱼干。他说这是大王最喜欢吃的东西，如果世子妃能给大王做饭就好了。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在缓解，或许长孙有机会继承王位。世子妃知道文静没什么好意思，自然小心防备，安静的人默默地放下东西，然后离开了。凤麟大军拼了命也要讨好大王。大王睡觉时，他总是保护在身边。他一直表示要和父亲一起分担忧愁。大王兴奋地牵着凤麟大军的手，我的好孩子，如果你哥哥能有你那一半的好，就太棒了。内线立即向太王汇报。世子妃意识到，大王准备让凤麟大军红继承王位，我儿子快要丢饭碗了。他突然心慌意乱地望向了那个盒子里的鲍鱼。为了躲避文静的陷阱，世子妃亲自做饭。文静得知这个消息后，马上就去了。大王看到儿媳想要道歉，然后给他留点面子尝试一下。刚要说话，文静就到了。他建议给太王氏吃一下。文静吃完后惊呆了，谁知道吃饭时大王一开口，文静就有所反应。世子妃看到这情况就吓坏了。大王一听就想到中毒了，马上叫来御医。而文静的眼神让世子妃感到害怕。李老头就是那个来的御医，他事先准备好了，在食物里下了药，之后拿出银勺放进去后迅速变黑了。文静说幸好他吃的不多，否则他肚子里的孩子可能会保不住了。大王生气极了，命令搜寻世子妃的卧室，果然找到了一瓶基础霜。大总管真无法忍受文静的行为了，于是把药瓶藏起来了。宫女告诉文静他已经准备妥当了，可是为什么找不到呢？一闪而过，我就想到了大头目，这个老家伙坏我计划，等我成为王后第一件事就解决他。虽然世子妃差点丢命，但最终还是被大王赶走了轩。世子妃备受百姓喜爱，听说她被踢出去了，人们都为她呼喊不平。临走前，妃子还嘲笑文静只是胭脂女。这气的文静快要爆发了，她想让爸爸娶了她妈妈当正妻，没有任何消息，这让文静非常生气，她吓得腿直发抖。回去后就告诉了老婆这件事，郑氏夫人生气的不再说话了，立刻找到了文静的妈妈。安静的妈妈听说太太来了，吓得她直接逃走。郑氏夫人打了我5次，却没法找到她解释。终于赶到女儿这儿了，又被文静狠狠地训斥了。你为什么这么害怕她？只有和她拼命，她才会重视你。宠妃一直不喜欢提起自己的家事，为了避免别人笑她是出身低微的人，不仅捉住了郑氏夫人的3个小孩，逼得正妻自杀。虽然如此，这3个同一个父亲但不同一个母亲的哥哥们仍然非常尊敬她，不敢有过分行动，因为她在宫里得到了大王的宠爱，不仅管这3个王孙，就连大 boss 都被他操纵着。文静把大王身边的人都替换成了自营的亲信，大总管也不能靠近大王，同时还限制了大臣会见国王的机会。还要看他的意思，为了让自己儿子成为皇帝掌控朝堂，他一直往大王的茶里放昏迷药，大王每天都离不开，喝了就觉得超级舒爽。王后找来了文静，最近发现大王挺安静的，给他找了2个女佣。文静十分同意，他早就有这个想法，但他不知道王琦早就设了个计策，让他离开了店。现在大王被抓走了，经理在屋子里乱翻找，最终也没有找到文静给大王下药的证据。当文静回到家，发现房间一团糟，鸟一直找大王，被侍卫挡住了。御医给我带来了世子事前的衣物，他告诉国王，王子是中毒的，这是证据。大玉当时就生气了，王后让他冷静下来，这跟大王没关联，这是最后落在凤麟大军头上了。李老头被虐待，他坚称是大王指使的。凤麟大军也很清楚，这种王室丑闻一旦传出来，在民间是无法隐瞒的，自己和全家的命运都将一落千丈。最后李老头被释放，然而世子因病去世。大臣听到这样的结果，只能不明白了。凤麟大军办事非常细心，大王非常开心，直接把他封为了世子。王后本来想趁机干掉文静，但这次又被他逃过了。没过2天，大王受不了了，这几天一直没喝到文静给的迷幻汤。大王觉得身体很不舒服，上宫急忙找到文静，他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从口袋里拿出1包药，他一直带着这些药，上宫立刻给大王送上了药。大老板无视一切，迫不及待的要喝，喝完就觉得状态好了。御后守着国王的时候，他突然流鼻血了。王后有了个好主意，马上开始收集，然后找来文静，他要在所有宫女面前给文静的儿子做个亲子鉴定，准备一个大碗，
倾斜倒入45度温水，2滴血能合在一起就好了，证明是有亲戚关系。一直有传言说大王的儿子不是亲生的。目前后宫中有许多妃子，大家都等着看文静被惩罚。但过了一会，文静就笑了，赶紧接近看看人们匪夷所思的情景，碗里的血全混在一起了。王后要急了，她愤怒地批评他作为后宫主宰，居然因为嫉妒而失去理智，给皇上丢脸，真是太让人生气了。王后被骂得无话可说，走出房间时，她投来一个犀利的眼神，立即心生阴谋，突然走着就晕倒了。王后还在思考中，这是哪个河啊？侍从告诉她，加了白矾水会变好，即使没有血缘关系，我们的关系也会深入在一起。老宫女尝试后，果然谁有酸味，这碗早就被大老板换了。他帮助文静只是为了保护大王的形象，再加上文静给大主偷偷下药，此刻大王已经离不开他了，他已成为大王的依赖。文静装病求李老头看病，给他私下建议把肚子里的孩子拿掉，李老头吓得不轻。这世界太残酷了吧。最终为了废掉王后这个麻烦，文静亲自毁灭了自己的孩子。太王听到这个消息气得火冒三丈，王后找到了心都碎了，孩子不是我的，你说说是谁的？你居然说出这么不合适的话来了。大王再也忍受不了王后的嫉妒，于是勃然大怒，打算将她赶走。在凤临太君与大臣们的劝说下，尽管王后幸免于难，但还是被赶出了箱子。临走前，文静告诉他，很快就会给他送上一碗汤，如果你不满意，那就再给你2碗。王后太难缠了，看来跟文静斗他还是力不从心。再少一个，接下来轮到世子妃和他们的孩子了。金字本来打算利用文静曾经在宫外生下的女孩葵对她进行操纵，但现在的文静完全不买账，要求他们把纪房妈妈和小爱赶走。他会对那些拖他后腿的人产生敌意。在文静魅惑汤的作用下，每天都不如前一天，请李老头来给他打针。长孙赶来问好，当李老头给世子下针时，他就在旁边。出于担心，他立刻制止了李老头，然后我就告诉大王，他签字的时候被这样坑了。你这番话惹怒了大王，现在连长孙都怀疑世子是他下的毒，肯定是世子妃故意搅局，然后让人把长孙关进去了。世子妃得知后立即赶来了。大王听说他来了，气得不得了。每个公司都离不开求饶这个词，你希望我作为一个恶毒的爷爷吗？你不仅仅在破坏我们父子关系，现在还想伤害我孙子。世子妃的兄弟们收到消息，组织一起去找大王讨论的军管儒生们，可是还没走到王宫就被金大人抓进了监狱。文静给大王泡了杯茶，这世子妃简直就是叛逆，干脆把他们全家流放算了。大王喝了昏迷药后感到晕晕乎乎，文静对什么他都点头，即使大臣们聪明绝顶，但是也就没有用了。文静不只是被视为叛逆的一种论调，还要消灭他们全家。就在长孙流放的路上，他被逼得无法开口。女帝魅力无敌，统治力超群，在他的影响下，老国王早已疯狂，不仅默许了伤害亲儿子，就连小小的孙子都被牵连进来了。当世子妃得知后，伤心万分，为了让丈夫和儿子得到公正，她发了封帮助信给倾国。可是文静截住了这封信，当书信即将送到大王手中时，大 boss 参观工厂，世子妃不仅关注世子和长孙的意见，请法官快点判决国王有罪。她现在已经疯了，她看到这些内容就生气了。世子妃被叫去了，世子妃默默地接受了大王的决定。现在她只希望大王能保护好她剩下的2个儿子。她明确认为这是长孙所为，为了不让他误导大众，大王直接递给了他一碗有毒的东西。现在他终于得到了他一直期望的平静生活。他为了报复，故意让李老头把药量减少了。世子妃一整天都在搞弄，她最终不堪忍受痛苦而离世，家庭遭受了巨大的痛苦。大王整天都精神不集中，感觉世子妃一家来找他报复，再加上文静总是给他吃药，快要不行了。金大人催李老头赶快收走算了，文静马上制止了，但他还没有进入中殿，他的孩子怎么可能当上王呢？大王无意间听到了这些话，大王突然清醒，事情已经晚了，我才发现真相。现在整个王室都在文静和金大人的掌控下，接下来文静要再次对王后出手了。文静劝他主动下台，但主后又怎么会安心？文静把跟他一起的侍从都撵走了，然后他把一包毒药交给了老上宫，让他赶快处理掉王后。现在整个朝廷都被妖妃操控着，人们都在抱怨，就连文静的爸爸也被人民赶走了。害羞的父亲慌忙地跑回家，出乎他的意料，李老头和文静的妈妈感情深厚，他生气地把2个人都赶走了。文静得知2人和他们的父亲都去世了，然后就宣布染上传2病，他的3个儿子和家属全部不留下。妈妈不见了，真让我伤心。受到打击，心情低落，大王吃的药
引发了我自己的饮品。从此以后，他的坏事将被众人知晓。他长得美又狠毒，为了让自己儿子当上皇帝，不择手段。他要老上宫给王后下毒，但老上宫并没这样做，还把这件事告给了王后。王后以为这样就能惩罚文静，但他显然小看了那些不含蓄的手段。他毫不犹豫地拿起来就吃了。听说中殿娘娘最近不怎么吃东西，所以就给她送了些帮助消化的药物。老上宫又反过来指责，并用文静施行恩宠，还诬陷王后迫使她说出这样的话。王后丢脸了，现在这么好的机会怎么能错过啊？回来后，她就跟大王说了这事，但大王心里早有数，明白这是文静的算计。他这次没有同意取消王后。文静看着这种局面，把老国王先扎晕了，然后藏起来，随后就得编造一份教旨，废王后改她做后公主。但这个问题非常严重，没有见到殿下，大臣们不敢写这样的命令。文静闹得王宫里鸡犬不宁，大臣毫不犹豫地把辞职信递给了他。不得已，他去找了文福金大人，承诺若让他儿子成为王，他会成为大妃，然后金字点将拥有一人独尊、众人仰慕的权利。他计划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凤翎大军身上，让他成为谋害王兄长的可疑人物，独自贪求王位的败类。那么废掉他的世子地位就非常容易。金大人当即同意了，可他的野心不止此而已。文静离开后，他召集了自己的密友，若靠近王宫，首先是文静，然后是凤翎大军，全部都得死。没想到这群一起长大的兄弟们竟然卖了他。凤翎大军一听就开始行动了，他骗着说要把王后的位置让给文静。文静走后，大总管领着一群护卫们打败文静的手下伍，一丁点也不放过。大王勉强挺过来了，文静被捕了，他还有点希望。但金大人早就自食其果，救出来的家伙已经奄奄一息了。他临死之际对自己的过失感到非常后悔，但他还是命令饶文静一下。在大王眼里，文静就好像他的心灵映射，更是他全程推动了文静的成功。主坚持要换个文静的形象，可是却遭到了凤翎大军的反对。王后警告他，如果他不杀掉对方，他就不会成为大王。现在凤翎大军对他一点也不宠爱，你就安分守己的做好就行了。金大人最后被判死刑，而文静被贬至冷宫，虽然能保住命，但他心中仍有不甘。本可以更好，在凤翎大军每天经过的路上拾取10片塑料袋，诅咒他命不久矣，希望我儿子成为大王，那他就能够成功的登上高位。让人觉得讽刺的是，他那位亲近的有钱女友却出卖了他。这次王后终于抓住机会达到了心愿，处理他曾犯下的罪行。文静走在街上，众人对他愤恨至极。文静最终在大众的抨击中倒下了。最后给他整理好的故事，曾经喜欢的南鹤和他们的孩子